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大鹏发表了滔滔不绝的讲话，对王一博和现场观众大加赞赏。在这段时间里，无名召开了多场新闻发布会，其中一些进行了电视直播。眼下，一大批贺岁档电影正在合力宣传。这一次，每部电影的演员阵容以及制作团队都令人印象深刻。在宣传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对内向非常感兴趣。因为无名的演员在上映前几年并没有为电影做太多宣传，也因为官方博客没有为电影本身做太多宣传，所以无名剧组一直都是被公认为社会恐怖分子。这一次，在各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同时，大家也终于意识到了无名所代表的社会危害，或多或少会有社会恐怖，这取决于电影的导演和主演。在一系列的发布会之后，不少影迷表示认为，这部电影的宣传让王一博变身了社会恶霸。王一博的粉丝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但在很多场合，他都不愿意表现自己，这让他的粉丝很不爽。粉丝们很少在戏剧性的情绪变化中观察他，估计他见得最多的应该是早前的天天向上和参与多年的这就是街舞。这两项活动每周举行一次，程序以及这些其他平台为他提供了一个异常安全的环境。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无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舒适区，其重要性仅次于这两个节目。近段时间，对于王一博的粉丝来说，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段时光。此前，众所周知，王一博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多部电影的制作，这些电影中的每一部都是大制作，并且有大量经验丰富的演员的贡献。王一博一直激发着粉丝的自豪感。参加过最近一次发布会的人都能感觉到，社恐剧组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此次，导演大鹏在片场的表态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大家一致认为大鹏的情商远高于平均水平。其实，这已经是大鹏和王一博的第2次合作了。无名之后，王一博合作，导演大鹏拍了一部跟嘻哈有关的电影，叫《热烈》，这使他们合作的总次数达到了3次。从此次大鹏导演在发布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对王一博非常尊重，对王一博的配合也非常满意。另一方面，他的演讲也证明了他的高情商。演讲中不仅点赞了《无名》和《热烈》这部电影，还点赞了王一博和王一博的粉丝们。这段时间，王一博被夸得太多了，几乎每场发布会，王一博都有可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王一博私生活低调，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身上的很多优点。如果你夸他，他之后总是很矜持。近日，不少网友抢先看了电影《无名》，每个人都对影片给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与本片的其他演员相比，王一博的演技和阅历无疑是处于劣势的。看完影片后，网友一致认为，他们对王一博的担忧完全没有道理。王一博自然成为了无名画面的流量，几乎每一次宣传，他都会登上热搜榜单。眼下，贺岁档影片正在紧锣密鼓的营销中，宣传工作如火如荼。王一博确实有流量，但这不应该成为任何人质疑他的首要原因。由于电影还没有正式上映，一切还是要等到看完电影后，才能做出最公正的评价。王一博，别翻车了！电影《无名》的预告片，全程没有一句台词，演员们的眼神和肢体语言，以及画面配乐，就让人一整个屏住呼吸。才几秒的预告片，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了。这部电影的主演之一王一博是导演程耳一眼相中的人选。程耳说，王一博演的这个人物没有其他任何人选，只见了他一个，就确定是他了。可见程耳对王一博的认可和青睐，以及他与角色的契合度之高。而王一博这次要搭档的是斩获5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梁朝伟，还有周迅、黄磊、大鹏等的实力派。预告片里梁朝伟与王一博由静及动，每一帧画面都极具压迫感，很难辨别俩人究竟是协力还是对战。
溢出画面的暗涌高级又神秘。无名真的把氛围拉满了，大年初一提前锁定。虽然无名的预告片很安静，但故事感却很足。有人说，无名是一部看得懂的商业大片，没有战争片那么残酷，没有历史片那么沉重，但也没有文艺片那么难懂。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看着就是一个衣冠楚楚的民国贵公子，但又隐藏着一股子狠劲。预告片中，叶先生先是悄悄紧随梁朝伟饰演的何先生身后，之后两人在室内展开激烈的枪战。他们之间究竟是敌是友，满满的悬疑感。而影片中张静怡饰演的方小姐与叶先生有一条感情线。叶先生，我们之间是有婚约的。方小姐，我早就忘了，这都好几年前的事了。他说让我赶紧去死吧，讨厌我衣冠楚楚的样子，哪怕我们之间还有婚约。最终我亲手在有他名字的处决名单上签了字。短短几句台词，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民国必美学。站在明暗的分界线，爱情时有酒杯。其实这是王一博第一次尝试民国戏。为了走进战争年代的年轻人，几个月时间内，他沉浸地待在剧组里观察学习，说上海话，吃活虾，吊威亚坠楼，拍一镜到底的打戏。我不知道王一博是否真的会如导演程儿所说，会给观众一个惊讶的结果，但无名确实让人期待，尤其是在一众实力派演员里王一博的表现。王一博在影片中的形象与前几天跨年跳舞的明媚白衣少年真的判若两人。就在刚刚过去的跨年舞台上，王一博一支安静的现代舞像阳光那样唯美治愈，即使不懂现代舞的我看了都大受震撼，仿佛获得了不可名状的能量，这大概就是艺术的共鸣力量吧。而谭吉为什么会选择现代舞？因为我们都知道王一博很擅长街舞。他说，因为这一年大家都太难了，他想用一支有深度的现代舞给大家带来希望和温暖，同时也想自我突破。舞台上的他白衣翩翩轻柔如花瓣飘落，叶落无声如飞鸟自由如风，舞蹈传达的爱与希望轻轻落入观众的内心。但是在网上看了他的跨年舞台超长花絮才发现，舞蹈练习过程中他对自己的狠心程度，即使哐的一下砸到地上，又马上站起来继续练习。老师问他脚疼的受不了了吧，他也是笑着回答，就是站不起来了。几次身体忍不了的疼痛去按摩休息，都是舞蹈老师发现或主动提出来的，被问到也只会笑着小声带过。他在幕后把苦吃掉了，然后清清爽爽的给你看最好的那部分。说这些不为夸他什么，而是任何优秀的舞台背后付出的酸楚都是等值的。王一博给人的感觉总是很强大，很温柔，什么事都能做得得心应手。滑板综艺《极限青春》、夏日冲浪店、冲浪摩托艇，舞蹈综艺《这就是街舞345季》，天天向上唱戏曲，但他的优秀让人容易忘记他的执着和对待自己的严苛。我不是王一博的粉丝，但每一次他出现的舞台综艺表现确实很吸睛。王一博有很多身份，爱豆、职业赛车手、舞者、演员。作为爱豆，他唱跳俱全，有众多的粉丝拥护。作为职业赛车手，他是85号赛车手。作为舞者，他是这就是街舞的3季队长，在威亚上翻过跟头，今年又光着脚跳独舞。作为演员，他是维和防暴队的杨震，是热烈里的陈硕，是长空之王的雷雨，也是无名里的叶先生。他为了职业付出的努力、汗水和伤痛都是理所应当的。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真的很钦佩这样的强者。记得王一博刚火的时候，有很多人写过他的双面人生，既是职业赛车手，又是潜力无限的演艺新人。现在发现他何止双面，他有过燃爆全场的舞台，也能回归到安静，可以有上位者的 king 感，也能有干净破碎的少年感。这些不是平行世界的他，而是真实的他，所有的反差都合理。很多人说王一博好像热血动漫里的人物，现在看来比漫画人物更热血。毕竟那些热血和坚持是真的会痛、会累、会消耗人巨大的精力。
他是一个不愿待在舒适圈里的人，勇于挑战，不怕吃苦，不懈努力，这些品质成全了一个王一博。最后，我们说回电影《无名》。在风云变幻的老上海，叶先生与心爱之人因不同的使命站到了对立面。他揉搓着手中的血迹，身旁有一滩鲜血，狼狗在身后的笼子里狂吠。他在黑暗的巷子里殴打日本兵发泄情绪。无名者在黑暗中逆行，却是光的牵引者。导演透露，这是一部关于无名者的史诗，是那个年代的挽歌。每个年代都有年代的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不管是民国的叶先生，还是如今的王一博，前赴后继，只为像阳光那样。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